在过去的一周里，美国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明显增加，已经超过45万，其中纽约、密歇根州等5个州所报告的确诊病例就占了约 44%， 能够看出美国对于新冠病毒早已经是处于一个无能为力的状态，防控疫情的措施至今没有制定出来。面对这种情况，此前美国疾病中心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在介绍美国疫情时情绪失控，表示他现在很害怕，声称他再次感到厄运即将来临。然而根据美国某些媒体的报道，美国正在大力接种新冠疫苗，既然美国正在接种疫苗阶段，为什么还让该疾控中心的主任如此崩溃？堂堂的世界大国为什么在面对疫情如此无能？这背后可能存在2方面原因。第一，美国最开始出现新冠疫情时，很多美国人不仅拒绝戴口罩，而且对于那些戴了口罩的人还给予了异样的眼光。当时因为佩戴口罩的问题，大部分美国人指责美国政府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第二，美国目前使用的辉瑞疫苗有效性存在极大的争议，很多接种了该疫苗的人出现各种并发症，例如头痛、面瘫、乏力，甚至致死。这也就使得美国的接种率是全球最高的，但是实际效果却要打上一个问号。那么美国就真的对病毒束手无策吗？美国先进的医疗体系其实对新冠病毒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但因为美国不进行严格的管控，导致送出去的很多，接受的病例更多。有趣的是，传言美国的病毒丝毫不在意，因为病毒是从美国德特里克堡泄露出来的生物半成品。美国信心满满认为病毒对美国构不成什么伤害，就算有美国自己研制的病毒，自己也能够解。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最开始对病毒大肆蔓延一点都不在意。可没想到的是，中国反应迅速，率先复工复产，短时间走出疫情困境，打得美国措手不及。本以为疫苗可以慢慢研究，可在中国的刺激下，只能加速推进，最终效果不佳，一边改进疫苗配方，一边大面积接种，说白了就是在拿3亿美国人做试验。而这跟中国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的中国等同于处在一个充满病毒环境中的无菌室，很容易受到外来输入型病例的伤害。近期从缅甸进来的数十例病例就是证明。如果这其中有恶意渗透，或者直接在中国身边制造动乱，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那么中国14亿人努力的成功都将白费。这简直就是一场巨大的生物阴谋。美国深知中国不可能永远将自己封闭起来，所以用这种方式逼近中国。对此，我国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不能让美国阴谋得逞。根据媒体于4月8日的报道，近日美国前国务卿、前常务副国务卿和前副国务卿联名撰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名为《美国必须向联合国支付欠款》，以此警告美国必须缴纳足够的欠款。文章称，这是唯一一个可以勉强挽回美国荣誉和道德权威的办法了。据了解，近年来美国已向联合国缴纳了1亿美元的会费，维和摊款 3.66 亿美元。然而这和美国已经欠下了债务相比，只是9牛1毛。美国仍然拖欠了 12.97 亿美元，维和摊款 13.87 亿美元，还有国际刑庭摊款该支付的3900万美元等款项，总计是欠了 29.32 亿美元。美国前高官们在文章中指出，美国这笔高昂的欠款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在外交中一项非常棘手的难题了。过去美国再怎么困难，即便是在2009年经济大衰退时期，也缴纳了该给联合国的费用，但是如今的美国却迟迟没能将欠款交上。如果不及时补上，美国的外交都会出现极大的问题。他们还特意提到了中国，表示如今的美国应该学中国的榜样，强调认为中国目前就是联合国维和人员10大派遣国，而且还是联合国会费的第2大贡献者，仅次于美国，却没有和美国一样拖欠费用，而是尽到了自己的义务，理所当然的可以将美国称为最大债务国。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再持续下去的。而这笔欠款的拖欠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的信誉和权威，还会伤害到美国本身的利益。文章指出，正是由于美国的长期拖欠欠款，导致联合国无法支付给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数千万美元的款项，这对于美国发展和这些维和国家的关系是巨大的伤害。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立刻就被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推特转发了，并且强调，如果美国不再缴费，联合国席位都保不住了。而此前连英国外交大臣都曾经斥责过美国，不缴纳联合国的欠款就没有代表权。实际上，按照联合国的规定，美国确实已经在失去席位的边缘，岌岌可危了。拖欠款项等于或超过前2年应缴纳数目的会员国就会丧失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联合国秘书长近期就已经呼吁过一次缴款了。
主要催促对象自然就是欠款巨额的美国。而在5月初将再次审议联合国财政状况，到那个时候也会公布各国的详细缴费情况。美国欠款已经时间颇久了，面对丧失联合国席位的危机，也怪不得美国前高官们纷纷联合警告。根据媒体报道，中国人权研究会于4月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主题就是美军发动侵略战争所犯下的罪行。文章将二战后由美军发起的侵略战争罗列了出来，用直观的数字扯下了美军所谓人权的遮羞布。美军在56年间发起了一共201场武装冲突，这组数据统计的是自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2001年间的数据，只能算是不完全统计。在这56年间，全世界153个地区总共发生了248场武装冲突，而由美国发动的就有201场，所占比例高达81%。这样恐怖庞大的数字把美军丑恶战争犯的嘴脸给完全揭露了出来。在朝鲜战争中，美军引发战争的行为使得300多万平民无辜死去，而之后发生的越南战争更是堪称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也最残酷的战争。美军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地区投下了大量炸弹，据统计，美军投下的炸弹数已经超过了二战中参战各方投下炸弹数的3倍。这使得越南人民不但饱受战争折磨，还在已经和平了的现在仍要因美军曾经的罪行而每日担惊受怕。因为现在的越南至今还残留了大约35万吨可能爆炸的炸弹，若是一时不慎就会丧失生命。据了解，想要把它们完全清除干净，至少还需要300年。而在1991年，美军又作为主导者和盟军进入伊拉克，惨无人道地对伊拉克进行了空袭，导致2500到3500伊拉克平民的死亡。美军甚至在这一次战争中首次使用了贫铀弹，对这个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到了1999年，美军又领着北约军队，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名义，完全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讨论，直接对南联盟进行了持续78天的轰炸，造成了将近100万人流离失所，将近200万人没有生活来源了。文章提出，自从二战以来，美国的历任总统几乎都发起或介入过战争，而无论他们打着什么样的旗号，从结果上来看，也可以发现这些美军对外战争都是造成了灾难的后果，甚至还造成了外溢效应，使得没有参与进战争中的国家都受到了伤害。纵览美军至今为止所发动的战争，可以看出美国打着维护人权旗号，实际上却是造成了其他国家人民失去人权这一后果。而美国的真正目的其实也都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唯独美国优先的霸权思想。霸权主义国家怎么捍卫人权？他们怎么敢说？文章中就直接指出，人道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内核就是对立的，期望美国这样一个霸权主义国家去维护人权，根本就是不可能的。